金刚经5000字，只砍一样东西。一个不识字的樵夫在街上卖柴的时候，听到有人念经，念了很多句，但有一句话直接击穿了他。他说不清为什么，但那8个字像一道闪电，把他整个人劈开了一条缝。他放下柴，放下老母，千里跋涉去找一位老和尚。8个月后的一个深夜，老和尚在密室里单独给他讲这部经。讲到那同一句话的时候，他彻底开悟了。那8个字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。这个樵夫叫慧能，后来成了禅宗六祖，中国佛教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。而那部经就是今天我们要拆的《金刚经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立杰。前2期我们拆了《阿含经》，那是佛陀的原始诊断书。它告诉你，你的痛苦不是随机事件，它有精确的病因叫可爱，有完整的病理机制叫12因缘，有一套系统的治疗方案叫8正道。那是一份极其严谨的临床报告。但从今天开始，我们要进入佛学的第2个层级，般若系统。如果说《阿含经》是诊断书，那《金刚经》就是手术刀。它不再耐心地跟你解释你为什么病了，它直接对准你大脑里那个制造疾病的核心模块，一刀下去。先拆一下这部经的名字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。金刚是世界上最坚硬的物质，什么都砍不断它，但它能砍断一切。般若梵文音译，不是普通的聪明，是那种能穿透所有表象直达本质的终极洞察力。波罗蜜到达彼岸，连起来就是一种像金刚一样锋利的智慧，能把你从迷的此岸渡到悟的彼岸。此岸和彼岸之间隔着什么？不是一条河，是你自己砌的一堵墙。金刚经就是专门拆这堵墙的。这部经是鸠摩罗什翻译的版本，全文大约5100多字，但这5000多字翻来覆去，其实只砍一样东西：执着。更准确的说，是你对象的执着。什么是相？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你大脑的标签系统。你看到一个人，你的大脑瞬间给他贴上一连串标签。这是我老板，他不太喜欢我，上次开会他的表情有点不对。你看到一件事，大脑也贴标签，这是失败，这是不公平，这对我的前途有影响。你看到你自己，大脑贴的更多，我是一个还算有能力的人，但不够自信，别人可能瞧不起我。这些标签就是像《金刚经》把它分成4种，叫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。我相是你对我是谁的执着，人相是你对他人是什么的执着，众生相是你对群体归类的执着，比如敌人和朋友，成功者和失败者。寿者相是你对我要在时间中一直延续下去的执着，对死亡的恐惧就从这来。这4种相合在一起，用今天的话说，就是你大脑里的自我模型加上世界模型。你的大脑花了几十年的时间，用你所有的经历，你受过的教育，你吃过的亏，建造了一套极其精密的预测系统。这套系统告诉你谁是你，世界是什么样的，什么是好的，什么是坏的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它确实帮你快速做决策，让你不用每天早上重新认识这个世界。它有用，但问题出在哪儿？你把模型当成了现实本身。打个比方，你用导航开车，开着开着，你忘了窗外有真实的路，你只盯着手机屏幕。屏幕说前方有条河，你急刹车，但其实那条河3年前就填平了。屏幕说这条路最快，你死跟着走，但旁边有一条更近的小路，只是地图没更新。你被困在了一张过期的地图里，还以为自己走在真实的世界上。你所有的痛苦本质上都是把地图当成了领土。今天的认知科学馆，这叫预测编码。你的大脑不是一台被动接收信号的照相机，它是一台主动运转的预测机器。它每时每刻都在根据过去的经验生成对当下世界的预测，然后把这个预测投射出去，当成你看到的现实。你以为你在看世界，其实你在看你大脑对世界的最佳猜测。当猜测和真实信号不匹配的时候，就产生了预测误差。你的情绪波动就是对这个误差的反应。你生气
本质上不是因为世界出了问题，而是因为你的预测模型跟世界对不上了。佛陀2500年前没有核磁共振，没有贝叶斯公式，但他纯靠内观看到了同样的东西。他发现人类不是在跟世界互动，而是在跟自己脑子里的模型互动。你以为你在跟老板生气，其实你在跟老板应该怎么对我这个预期生气。你以为你在为失恋伤心，其实你在为这段关系应该永远持续下去这个预测的崩塌而伤心。你的痛苦从来不来自事件本身，而是来自事件和你的预测之间的落差。看穿了这一层，佛陀在《金刚经》里说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：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则见如来。翻译成大白话，你脑子里贴的所有标签全都不是事物本身。当你能看穿标签只是标签，不是真相的时候，你就见到了真相。注意，佛陀不是说世界不存在，桌子还是桌子，花还是花。他说的是，你关于桌子和花的故事是你自己编的。花不美也不丑，它就是花，是你的大脑说好美，然后你执着于这个美，然后你害怕它凋谢，然后花还没谢，你就开始难过了。一朵花3秒钟之内就在你脑子里制造了一场微型苦难。不是花的问题，是标签的问题。这跟我们在阿含经里猜过的可爱是什么关系？可爱是你想抓住的冲动，而像是你抓住的那个东西。你可爱的对象从来不是事物本身，而是你脑子里关于事物的标签。你不是爱那个人，你是爱你脑子里那个他应该是什么样的模型。模型一旦跟现实对不上，痛苦就来了。所以阿含经切的是可爱这个发动机，金刚经切的是像这个燃料。发动机加燃料才能运转，砍掉任何一个，苦的机器就停了。现在来看金刚经最厉害的一招，佛陀在经文里反复使用一个句式，我管它叫般若公式。它长这样， A 非 A 是名 A。 比如佛陀说，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，佛说的32相即是非相，是名32相。再比如所谓佛法即非佛法，是名佛法。这个句式在全经里出现了20多次。它在干什么？它在系统性的拆除你对所有概念的执着。你说世界，你以为你知道世界是什么？佛陀说，你说的那个世界不是世界本身，它只是一个叫做世界的名称。你说佛法，你以为你抓住了真理。佛陀说，你说的那个佛法不是佛法本身，它只是一个叫做佛法的概念。这个公式做的事情，就是在你的名称系统和你的情绪反应之间插入一个间隔。你日常生活中试试看，你说我很焦虑，你的身体立刻开始紧缩，你变成了一个正在焦虑的人。但如果你用般若公式来看，所谓焦虑非焦虑是名焦虑，你感受到的那个东西不是一个叫做焦虑的实体，焦虑只是你贴上去的一个标签。标签一拿掉，你会发现底下只是一些身体感受，心跳快了一点，胸口有点紧，呼吸浅了一些，就这些。没有一个叫做焦虑的怪物在攻击你，是你的命名系统制造了怪物。再举一个，你刚被领导批评了，你说他不尊重我，你瞬间愤怒、委屈，想反击。但如果你停1秒，所谓不尊重非不尊重，是名不尊重。他说了一些声波，那些声波通过你的耳朵进入大脑，你的大脑根据过去的经验把这些声波归类为不尊重这个标签，然后你的情绪系统对着标签发动了全面反击。但不尊重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实体，它是你的大脑在那一刻做出的一个判断。换一个人坐在你的位置上，听到同样的话，可能完全不觉得被冒犯。你还可以是一个更深的，你说我不够好，这个念头可能跟了你几十年，你深信不疑。但是所谓不够好非不够好，是名不够好。不够好不是刻在你骨头上的事实，它是你的大脑在某个年龄根据某些经历生成的一个标签。也许是小时候考了一次低分，也许是某个重要的人说了一句伤害你的话，
你的大脑把那个瞬间的判断固化成了一个永久标签，然后你带着这个标签活了几十年，所有的决定都受它影响。但那个标签从来就不是你，它只是一个旧版的预测模型，早就该更新了。金刚般若的锋利之处就在这里，它不跟你讲大道理，不告诉你要看开，要放下，它直接切断你的命名系统和情绪反应之间的那根线。你的名称系统还在运转，但你不再被它劫持了。好，到这里我们可以回到慧能的故事了。那8个字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它能让一个不识字的人彻底开悟？住就是停留，粘附，粘上去。你的心碰到一个东西，粘上去了，拔不下来，这就叫住。看到好吃的，心粘上去了，住于食欲。听到别人夸你，心粘上去了，住于赞美。想起去年那件丢人的事，心粘上去了，住于记忆。你的心每天要粘上去几百次。因无所住，就是让你的心不粘在任何东西上面。但关键是后面3个字，而生其心，不是让你变成一块石头，什么都不感觉，是让你的心保持清醒、灵敏、活泼，该回应的时候回应，该感受的时候感受，但是不沾。来了就来了，走了就走了。就像一面镜子，什么东西放到面前都照得清清楚楚，但东西拿走了，镜子上不留任何痕迹。你想想看，你一天中有多少次被自己的念头绑架？一条消息没回，你脑子里就开始编剧本。一句话说错了，你在床上翻来覆去回放3个小时。一个目标没达成，你给自己开审判庭。这些全是住，你的心被粘在一个点上，动弹不得。你管这种状态叫焦虑，叫内耗，叫失眠。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说的是另一种活法。你的心可以深入地触碰一切，但不被任何东西粘住。这不是冷漠，恰恰相反，这是终极的自由。你能比谁都更深地投入一件事，因为你没有恐惧。你也能比谁都更干脆地放手，因为你知道你投入的那个相是相，不是实相。你注意，慧能是一个不识字的人，他没有读过任何经典，没有学过任何哲学，但他听到这8个字就悟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般若不是知识，般若是看见。知识需要学习，看见只需要一个契机。你不需要读完整本《金刚经》才能懂，你只需要在某一个瞬间真正看见你的心是怎么住上去的。那个看见的动作本身就是般若。慧能能做到，你也能做到。区别不在智商，在于你愿不愿意在那个粘上去的瞬间停一下。这也是《金刚经》的对话结构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。整部经不是佛陀一个人在讲课，是他的弟子须菩提在提问，佛陀在回答。须菩提问的问题特别好，善男子善女人发了菩提心，应该怎么安住自己的心？应该怎么降服自己的心？你看，这个问题就是你每天面对的问题。你的心乱了，你想安住它，你的念头暴走了，你想降服它。但佛陀的回答不是你要这样做，你要那样练。佛陀的回答从头到尾都是一件事，你以为需要被安住，需要被降服的那个东西，你看清楚它，它自己就安了。不是你去控制心，是你看见心的运作方式，心自然就不再失控。讲到这里，我必须跟大家分享《金刚经》里最让我震撼的一段话。佛陀说，你们应该知道，我讲的所有法就像一条渡河用的竹筏，到了对岸之后，你应该放下竹筏继续走，而不是背着它上路。法上应摄，何况非法。这句话的杀伤力被很多人严重低估了。佛陀在说什么？他在说，连我刚才教你的这些东西，般若也好，空性也好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也好，全都是工具。你用它们过了河，就放下。不要把工具当成信仰，不要把筏子当成目的地。你知道人类历史上有多少思想领袖敢这么说？大部分人恨不得你把他的话刻在石碑上，千秋万代。佛陀说，连我的法都是筏，用完就丢。因为如果你把佛法本身当成新的执着对象，你只是用一种执着替换了另一种执着。
你从前执着于钱，现在执着于空，执着的内容变了，但执着本身还在，那你什么都没变。这也是我在这个频道反复强调的态度。我讲的所有东西，科学也好，佛学也好，哲学也好，全都是法。你觉得有用就拿去用，觉得不合适就放下。法上应设，何况非法。好，我们来做一个整体的回顾。如果用一句话总结《金刚经》这5000多字在干什么，我会说，它在训练你分辨地图和领土的能力。你的大脑天生就是一台造地图的机器，它每时每刻都在生成关于世界的模型，关于自己的模型，关于未来的预测。这是它的工作，你不需要关掉它。没有地图，你没法过日子。但你需要时刻记住一件事，地图不是领土，标签不是事物，模型不是现实，你脑子里的故事不是真相。当你真正内化了这个认知，当你能在每一个情绪升起的瞬间捕捉到那个贴标签的动作，你的世界不会变得更少，只会变得更大，因为你不再被自己的滤镜绑架了。你开始看见滤镜后面那个东西。阿含经告诉你，你的痛苦有一个可以拆解的精密机制。金刚经把这个机制再往深里推了一层。它告诉你，驱动这整套机制运转的燃料就是你的命名系统。那些你以为是事实的东西，其实全是标签。它不是要你撕掉所有标签，也不是要你关掉大脑，它是要你看见标签在被贴上的那一刻，你就已经离开了真实，进入了故事。这就是般若和普通智慧的区别。普通的智慧告诉你别执着，你听完点点头，然后继续执着。般若不告诉你任何道理，它让你自己看见执着是怎么发生的。就像你不需要说服自己不要害怕影子，你只需要转过身，看到那个投射影子的东西是什么，看见了，恐惧自己就消失了。所以金刚般若不是一套需要记忆的理论，它是一种可以训练的视觉能力。看见标签正在被贴上的那个动作就是般若，看见的那一刻，你就已经拿起了那把金刚做的刀。我很想听听你们的想法。你生活中最顽固的一个像是什么？就是那个你明明知道它只是个标签，但你就是撕不掉的东西。你试过用般若公式去看它吗？所谓什么什么，非什么什么，是名什么什么，你试着对自己说一次，看看会发生什么。我是王立杰，我们下期见。